今天我们来讲讲不等式啊，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不等式。这个不等式呢是 x 方加 px 大于是 x 加 p 减3。当 p 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是的时候，这个不等式是恒成立的。我要求的是 x 的取值范围。好。那这个不等式它是什么类型的不等式呢？我先把所有的项都移到左端，我观察一下 x 方加 px 减去 4x 减 p 加3大于0。那么如果我要把它看成以 x 为未知数的不等式， x 的最高次数是2次，它是1元2次不等式， p 呢，它是个参数。如果给了我参数的取值范围，这个不等关系还是恒成立的，去让我找 x 的范围，那么就非常不好去处理。我还要讨论，所以就非常不好处理，很容易丢解。或者是讨论的不完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采用一个办法，既然给了 p 的取值范围，我不妨拿 x 当参数，以 p 为未知数。好了，我要整理一下，含有 p 的项结合到一块儿，它们俩结合到一块儿，把 p 提出来，这一项呢剩的是 x，这一项呢剩的是1，接下来这3项和 p 没有关系，我就把它集中到一块儿 x 方减 4x 加3大于0，以 p 为未知数，它是 p 的系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构造一个函数，令 f(p) 等于 x 减1倍的 p 加上 x 方减 4x 加3。那这个函数是什么呀？什么函数啊？很显然，它符合了 kx 加 b 的形，它是一个1次函数。如果这个函数是1次函数，那么它所对应的图像就是一条直线。好，那么我就画一下，建立直角坐标系，这个就叫 p 轴，它就相当于 y 等于 kx 加 b 里的，它是 x 轴，然后这个是 y 轴。如果斜率大于0呢，那它就是单调递增的它跟 x 轴的交点是正是负，不影响它单调，是无所谓的，所以我就随便的画了一条直线。然后你再看 p 的取值， p 的取值是大于0小于4的，这个式子呢，也就是这个 f(p) 或者说这个 y 一定是正的，因为它大于0是恒成立的，它一定是正的。这个代数式计算得的结果得到的这个 f(p) 得到的这个 y 一定是正的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图就要改善一下，改变一下，它的 p 就是在0和正无穷大0到4上取值，这是0，这是4，在这部分取值的时候，你的 y 一定是正的如果我的斜率也是正的，斜率 k 大于0，那么它的图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 p 在0和4之间取值，图像在 x 轴的上方，取任何一个值得到的 y 都是正的，也就是我只需要保证取0的时候大于0就可以了， f0 大于0，因为单调正吗？取4的时候也一定是正的。那有的同学说了，如果我的斜率要是小于0呢？ k 小于0，这是 p 轴，这是 x 轴。p 呢，它一定是从0开始取值取到4，
k 小于0，下降趋势的。p 在0到4之间取值的时候 y 必须得是正的，所以我要这样的，也就是当 p 取4的时候，你一定保证大于0，那么我就能够做到 p 在0和4之间取值，你就都是正的它都是正的。所以我不想讨论 k 大于0还是 k 小于0，将来呢我还要取并集，比较麻烦，所以呢我就给他们俩集中到一块儿。无论 k 大于0你是单调递增的，还是 k 小于0你是单调递减的，只要我永远做到 p 取0的时候你的 y 是正的， p 取4的时候 y 也是正的，那么它就一定能够做到 p 在0和4之间取值，它们所有计算出来的结果都大于0，它是恒成立的。好了，那我得到这个式子以后 p 取0就往这里带，这项就没有了，所以就转化成了 x 方减 4x 加3，它大于0。p 取4的时候呢，往这一带 4x 减4把它展开，加上 x 方减 4x， 然后加3，它是大于0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两个以 x 为未知数的不等式，它们俩各自解出来解，然后取交集，我就得到了 x 的范围。好了，这个解的过程呢，我就不给大家解了，同学们自己解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叫做变更主元法。元是什么呀？元是未知数，元是x。我不拿 x 当未知数了，我拿 p 当未知数，以 p 为未知数，还有 x 的系数作为，还有 x 的代数式作为系数。你看，这就叫变更主元，以 p 为未知数了，不以 x 为未知数了。那么什么时候用这个办法去做呢？记住，给谁了？给了谁的范围，谁就做主元；给了谁的范围，谁就做未知数。那么换了一个思想，这道题就立刻变得简单了，非常顺畅的能够得到结果。